传统纸鸢。要先在纸上把我们想要的纸鸢大小按比例准确描画出来，这是一会儿做骨架的标准。现在在网上能买到的纸鸢，店家在发货之前多半会说一句：“这个纸鸢不一定能飞哦。”事实上，徒有其形的纸鸢只适合用来拍照，都是很难飞起来的。首先要足够轻，靠竹青一面，竹骨架的厚度不能超过 1.5 毫米。其次，为了保证绝对对称，把竹片烧制成需要的造型后，从中间破开，就能得到2条一模一样的竹条了。只有这样做才行，靠手感烧出2根曲度完全一致的竹条是不可能的。切一个类似榫卯的缺口，接到一起，这样就好了。现在再跟你说一下做翅膀的小技巧。一根竹片从中间破开，稍微软一点的那一半用来做下绑条，稍微硬一点的那根用来做上绑条。从中间到尖尖的宽度是 1.5 毫米，逐渐到 0.6 毫米。我这个纸是有4个八角的，取一根厚度1毫米的宽竹片，烧制成八角的形状，再把它铺成4份，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根八角都一模一样了。用同样的手法做2根一模一样的尾翼，其他的骨架全部绑定，再来处理翅膀。它的绑法比较特殊，要这样交叉绑住，再绕过主骨架拉出一个曲度才行，这样做的纸鸢骨架才能飞起来。现在来给它蒙皮，一般用宣纸就可以，我希望它能保存的久一点，就用了丝绢。在骨架上涂上白乳胶，把丝绢盖上去，轻轻抹平。胶水干透后，裁掉多余的部分就好了。试飞一下。现在就画上面的花纹了。骨架参考的是寿燕的样式，花纹可以选择的就很多了。大概勾一个草图，翅膀的2边对称就好。传统的飞翼纸鸢不只是一个有意思的玩具，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古代的少女踏春游玩时拿着的纸鸢都是这样一笔一画细细画出来的。宋明清的时候尤其盛行。通过一只纸鸢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强悍富足的国家才会诞生出来这种精美雅趣的玩具。终于做好了，我们一起去放纸鸢吧。